新加坡可畏级升级案，蓝锚导弹取代鱼叉。以色列 IAI 与新加坡新科工程公司合作，在天使5型导弹的基础上研发蓝锚导弹，并计划将6艘可畏级上的鱼叉全部替换为蓝锚。问题来了，新加坡为什么选择蓝锚导弹？其性能到底如何？2022年的新加坡航展上，蓝锚导弹首次亮相，由以色列 IAI 与新科工程公司组成的合资公司研发，可以将其看作天使5型，也就是加百列5的衍生型，性能也不错。在不包括助推器的情况下，蓝锚导弹长 5.34 米，重量760公斤，战斗部为150公斤高爆弹头，最大飞行速度 0.8 马赫。蓝锚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290公里，超过鱼叉2倍以上。新加坡目前装备的鱼叉射程也就130公里，其雷达导引头、制导系统以及有效载荷系统被整合到一个硬化的外壳，面对军舰近防武器的生存能力更好，任务也比较灵活，不仅可以打击海上舰艇，也可以视需求攻击陆上目标。就性能来看，蓝锚为亚音速导弹，具备掠海飞行能力，拦截难度较大，这也是大多数反舰导弹的标配。美制鱼叉也是如此。同时，蓝锚导弹的抗干扰能力也不错，可以在复杂的电子环境中精准打击目标。有意思的是，蓝锚导弹被开发者称为 5G SSM， 因为它配备了一套高级数据链系统。这里的 5G 是指第5代还是 5G 通信，目前还不清楚。不过，凭借这套数据链系统，蓝锚导弹可以预选设定飞行路径与目标，也可以由任务计算机视任务需求自行规划最佳飞行路径。当然，数据链这东西没什么稀奇的，但是蓝锚导弹还允许操作员在飞行中跟踪导弹，确保作战效果。就外形来看，蓝锚导弹采用涡喷发动机、折叠弹翼、2组 X 型尾翼，在进气口处还有2片8字形副鳍，可以更好地控制导弹在水面掠过的姿态，并在拥堵的水道提供更好的操纵性。就上面五花八门的弹翼来看，蓝锚导弹侧重低空机动飞行，而且以色列 IAI 公司本来就是一家防空系统制造商，在应对敌方雷达时更有优势。按照现有计划，蓝锚导弹将替换6艘可畏级上的鱼叉。2022年3月，新加坡国防部长就透露，2007年到2009年服役的6艘可畏级将接受中期升级计划，主要目的就是提高作战能力，配备更好的作战管理和通信系统，顺带改进维护流程。新加坡当前的海军装备已经很不错了，没办法，不发展不行，地理位置太好了。控制了新加坡，就相当于控制了印太地区的命脉。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，新加坡实施了一项独特的战略，也就是毒虾战略，让自己成为一只充满威慑力的蝎子，而不是无害的小龙虾。想要实现这个目标，海军实力必不可少的。现役主力水面作战舰就是6艘排水量3200吨的可畏级护卫舰，与台湾的康定级一样，母体都是法国拉菲特级护卫舰，但是可畏级的整体性能更均衡，无论是隐身设计还是动力系统、自动化程度都没什么问题，并且还配备了垂发，可以搭载16枚紫苑15以及紫苑30防空导弹。可畏级是东南亚第1种具备真正区域防空能力的舰艇。反舰方面，可畏级目前装备2座4联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装置。这次中期升级改装就包括将鱼叉替换为蓝锚导弹，反潜方面则为2组意大利制3联装 B515型324毫米鱼雷发射装置，还可以搭载一架美制 S70B 执行远程反潜任务。除了可畏级，新加坡还有独立级滨海多任务舰，共计服役8艘。名字虽然很眼熟，但这并不是美国的独立级，
而是新加坡国防军委托新科工程公司设计的近岸水面作战军舰。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服役的无畏级巡逻艇与胜利级导弹艇年龄太大，新加坡海军根据自己的情况，设计建造了一款以滨海作战任务为主，平时可以承担简单巡逻救援任务，战时可根据需要快速换装任务模块来满足多任务作战需求的独立级。不过执行的都是低烈度任务，独立级的武器比较平庸，一门奥托76毫米速射炮，加上后方12垂发单元的法制米卡防空导弹，外加25毫米以及12.7毫米的遥控武站，用来对付一些无人小艇。不过最强的还是坚韧级两栖登陆舰，它是新加坡海军中吨位最大的舰船，由新加坡海事技术公司设计制造，一共建造了4艘，满载排水量8500吨，可以搭乘4架 CH-46 或者 AS-332 运输机。新加坡海军将坚韧级归为传统的坦克登陆舰，可以运输20辆主战坦克或者25辆装甲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台湾的康定级也正在进行升级计划，预计在2023年之前完成6艘同级舰的升级工作。目前第6号舰承德舰已经拆除主要武器并装备进场施工。康定级舰的主要升级项目就是以自研的华阳垂发海剑2取代老旧的海狐树，或者同时换装英国 BAE 公司的 LTSAN 3D 相列雷达，从而提升侦搜能力。言归正传，以色列与新加坡合作研发蓝猫导弹的目的就是争夺反舰导弹市场，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。除了新加坡，波罗的海国家也来了。目前爱沙尼亚已经购买了陆基蓝猫导弹，并且与芬兰合作封锁芬兰湾。注意重点，陆基。爱沙尼亚的蓝猫导弹是安装在一个可以用卡车运输的集装箱中，装有4个导弹管，类似于俄罗斯的俱乐部集装箱发射器。不过蓝猫导弹目前没有空射变体的计划，至于封锁芬兰湾也不是说说而已。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，其实就是将波罗的海变成了北约的内海。2022年8月的时候，爱沙尼亚就打算与芬兰建立一项新的沿海导弹协议，目的就是通过整合导弹防御系统，关闭芬兰湾，未来在必要时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。2022年8月13日，爱沙尼亚防长佩夫库尔接受芬兰晚报媒体采访时表示，这个倡议在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后实施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波罗的海将成为北约内海，爱沙尼亚与芬兰的实力也完全没问题。爱沙尼亚的蓝毛陆基反舰导弹射程290公里，芬兰的 MTO-85M 陆基反舰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。而且在芬兰湾水域，芬兰与爱沙尼亚的最窄距离约为52公里，最宽处有120公里，二者的导弹射程可以同时覆盖芬兰湾。此外，芬兰已经决定购买64架 F-35A， 部署在距离俄罗斯边境150公里的罗瓦涅米空军基地，同样可以打击俄罗斯海军军舰。如果芬兰湾被封锁，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就无法进入设在圣彼得堡的海军总部。此外，北欧3国瑞典、丹麦和挪威也已经达成了有关波罗的海军事合作的协议，共享卫星图像和雷达侦察数据，以应对俄罗斯威胁。总的来说，就性能而言，蓝毛导弹已经是第一梯队。新加坡用来替换鱼叉，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作战能力。同时，与其他反舰导弹相比，蓝毛导弹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点，价格也不会很贵，很适合新加坡的可畏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新加坡的海军实力如何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